大家好，我是数码狂人。这期我们来聊一聊苹果的耳机。苹果第3代耳机已经上市，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已经被刷屏。那么一个耳机的上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受到这么多的人的关注？那么肯定有它的特点啊。这个耳机不是3代啊，这是2代的。3代的话，价格确实有点不低。我们这边有2代的耳机，也没有打算继续购买第3代。像自动降噪耳机，苹果是首次生产，有待于市场考证。质量的情况下，需要市场的一个考验。具体质量怎么样？那等第一批用户使用过以后，可以再考虑是否入手。另外的话，3代耳机和第2代耳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大家可能在网上已经看到，主要的区别还在于一个外观不同。另外的话，增加了一些功能，比如说主动式降噪，还有一些通透模式，把整个结构更改为入耳式，这都是它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的话不说这些外观了，或者是一些结构的功能，我们来说一些我们比较关心的，像主动式降噪这个功能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像主动式降噪，它是比较算一个技术亮点。其实我们的2代和1代耳机也有这个降噪功能，它不是这种主动式降噪，它是对风声和其他的一些杂音的滤除。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孔这里，还有这里，在耳机的外部有一个麦克风，比如说我们骑车的时候有很大的呼呼的风声，它可以把这个风声给滤除掉，这也是一种降噪。但是它的降噪功能没有现在这个主动式降噪效果那么好。主动式降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们今天主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像我们以前的耳机，比如说2代的耳机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放进耳朵里的话，肯定没有入耳式贴得更紧，对外界的音量隔绝的更好。那么这就叫做被动式。被动式是改变它的结构和改变它的一些整体的一个构造，使外界的杂音尽量少的进入你的耳朵，那么这叫被动式。主动式的话就是改变它的性能结构，这样的话一个功能。那么主动式降噪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那举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主动式降噪耳机你戴上以后，打开主动式降噪功能，打开这个功能以后，就等于你直接进入了一个录音室，把外界的声音全部隔绝，外面有很多的声音，你在内部是完全听不到的。但是耳机的话，它经过我们前期像索尼其他耳机的有主动式降噪功能的这些耳机，我们的一个使用，它并不是完全把外界的噪音隔绝，而是有80%左右的声音会被隔绝，但是还能细微的听到一些声音。这根据你的音量的不同，因为它的降噪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的话，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这主动式降噪是一个什么意思。主动式降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我们从电路原理上来入手。正常的使用功能操作方法的话，大家可以看说明，还有其他一些自媒体的评测。我们的话要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去分析一下这个主动式降噪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主动式降噪的话，它就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功能，给大家画个图的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先看一下它整个机器的一个工作结构。官方宣称的是耳机的一个核心单元就是它的一个 H1 芯片，比如说这是一个 H1 芯片，我们也可以叫它 DSP， 一个数字处理器。数字处理器它集中了很多的功能。那么它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听歌的时候要有音乐，这是音乐的输入端，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蓝牙来进入的一个音乐输入。音乐输入以后的话，它会到我们的 DSP 处理。信号的传输在空中的话，它是通过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我们用 A 表示，然后需要 DSP 处理的是一个数字信号 D， 然后它就会进行一个 AD 的一个数模转换。其实这个操作已经在集成到这个芯片里面。然后芯片的话处理过这个音质以后，包括接收，包括音质的提升，包括一个驱动，全部是通过这个芯片来完成的。要是更高级的芯片的话，你可以在外部再加一级放大，这样会更好，出现的音乐是 HiFi 效果。越好的耳机出现的效果越好，那么到哪里呢？那就到我们的听筒喇叭，这样的话，然后再到我们的耳朵，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的一个无线耳机的一个过程。那么静噪式耳机它怎么样静噪的呢？首先它比我们普通的耳机增加了一个麦克风，来接收外界的杂音，除音乐以外的外界杂音，然后经过一样的，因为它我们接收的这种信号也是一个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波形，各种波形，模拟信号还是一样，经过 AD 转换，然后经过 H1 芯片的处理，然后再经过放大，然后再经过喇叭发出声音。但是它的不同的是什么呢？它的不同是把我们接收到的一个正向的信号，给它到这里处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反向的信号。比如说这波谷的话，它是在第一步的话，它是在下面，经过 H1 信号处理以后，它的信号是一个反向的信号，也就是说它的波谷在上面。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人耳听到的外界信号与耳机放大以后的这个反向的一个信号，然后进行了一个中和。中和的话，它就会抵消。比如说2个这样的波形，一个正波，一个反波，它们的功能是幅度相同，相反，也就是说反向。这样它们2个中和以后，我们的信号杂音就变成这么小，或者是变得更为平稳。这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芯片的质量，芯片的质量越好，那么它中和以后对噪音减小的幅度越好。所以的话，我们耳朵里边在这个部位，在这个范围内，里面的杂音就会变得非常的小，就变成这种效果，就没有这么大的杂音。所以这就是一个主动式降噪的一个基本原理。
我们看到它原理很简单，但是如果实现这种功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首先你要实现，你通过拾音器获取的这些杂音，在经过芯片处理以后的这个声音，要和你听到的声音同步，这样的话才能抵消。我感觉这是一个技术亮点。另外一个就是 DS 芯片对这个信号的处理，它首先要处理我们的收到的音乐，另外也要处理杂音信号，怎么样把这两个信号进行分离，怎么样对它进行降噪，然后两个信号互不干扰，而且要输出一个高品质的音乐，这就取决于这个 DSP 芯片，这就是苹果自身的一个 H1 芯片。那么自动降噪功能其实也不是苹果的专利，在早期的其他品牌的耳机，比如说索尼，都已经采用了这种自动降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不是苹果的创新，所以的话，苹果个人认为应该是购买其他公司的一个专利，再加以改进或者加以技术上的一个处理，然后融合进入它的 H1 芯片，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第3代耳机的价格的居高不下，首发的价格在1999，这个价格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像自动降噪这种技术，肯定被一些厂家进行了一个技术垄断、专利的注册，所以的话，它的价格居高不下。另外的话，其他一些厂家如果想实现自动降噪功能，要区别于同类的这种技术手段才能进行获取，不然的话，你购买别人的专利，那么你的生产成本会变得很高。前期阶段的话，具有高品质的这种带自动降噪功能的耳机，价格的话应该不会太低。那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一个这个自动降噪功能的一个处理，自动降噪功能的一个原理。其实在这个位置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DA 转换，我们刚刚没有画出来，因为这个芯片 H1 芯片处理的是数字信号，首先它还要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再进行放大，然后再到我们的耳机。这样的话，其实现在的这 H1 芯片已经把这一类的这一块全部集成到这个 H1 芯片里边。我们所这些给它分析出来的是根据电路的工作原理，它必须做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芯片，其实它已经集中了很多的功能。另外的话，音质的好坏的话，还取决于一个什么音频处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苹果手机它都有单独的音频和振铃放大。它为什么不把音频和振铃放大，而做到 DSP 芯片里边？这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音频芯片处理的话，比如说 AD 转换，怎么样的音质才能算好的音质？什么样的音质才能算坏的音质？比如说我们一个音频的波形 ，AD 转换是怎么转换的？模拟信号怎么转换成数字信号？它是通过采样。比如说这个波谷的话，它采样5个点，这就跟压缩比有关系。那么压缩比就很高，处理的话速度也很快，那么要求技术含量就不高。但是在这一半波谷的话，如果你采样15个点的话，那你的信息量就会很大，但是它的失真度就变得比较小，那么它的音质的话就会有一个提升。这就是好的芯片和普通的芯片的区别，也就是说它的采样率越高，那么它的还原度到最后的话，还原成原来的这种音频波形是越接近，那么越接近的话，它的音质就会越好，但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它的一个数据量的增大。这就是一个比特率、码率的。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这样互通一下，就是采样率越高，它的码率越高，也是它解析度就越高。解析度越高的话，那么它的音质就会越好。那么这就是取决于一个音频好坏的话，那么取决于你的音频的一个处理，音频的采样率。所以的话，苹果的话一直没有把这个音频给集中到这个芯片里面，因为音频的话它需要专用的处理器来处理，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芯片。自动降噪的基本的原理的话，就是把噪音的这种波形给它反向过以后，再进行空间中和。这就是空间中和。空间中和以后，然后我们人耳听到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直线，所以的话就实现了降噪功能，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降噪的一个过程与它的原理。所以说我们说起来很简单，但制作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有一个非常技术高难度的一个东西。自动降噪的原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要自动降噪呢？音乐的话是越纯度越高，我们越好听。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听音乐和在一个空旷的位置听音乐，有很多噪音的地方听音乐，那肯定没有安静的环境里面所播放的音乐音质好听。所以的话，我们音乐的话想要好听，它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所以的话，这就后期就出现了一个自动降噪功能的一个技术亮点吧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以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汽车的噪音是比较大的，我们坐在汽车里边有风声，还有很大的一些噪音。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技术利用到汽车里面的话，我想这种功能也是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一台汽车的话，我们在4个角位给它做4个收声器。在4个角有4个收声器，然后再经过我们的一个特殊的芯片处理，然后把这个放大部分的功率再加大，然后在我们汽车音响内部的话，再进行一个信号的一个放大。这样的话，我感觉如果这样的实现的话，应该会把车内的噪音降低。估计这种功能的话，在很多高档汽车里边应该已经采用，像一些比较特别高端的车，我们坐进以后，如果非常安静的话，从我们目前的技术来说，隔音技术全靠一些吸音材料或者是一个汽车的密封度的话，应该很难做到这种效果。因为声音的传播它是有空气和一些固体都可以传播这种声音，所以说想隔绝很难。那么另外一种好的方法就是这种主动式降噪，我们把它的声音给它抵消掉，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忽略你外部的一些声音，可以提高你就是减少一个小空间的噪音，提高你里面的声音质量，这也是一种技术方案。其实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它这种方案是不是能行得通。
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对这个耳机的自动降噪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明。大家只是对它来了解一下。更专业的东西的话，我们这边也没有太多的资料，太多的详细的一个深入的了解。那我们只能说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大家购买这个耳机的时候，为什么要去购买？那么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大家这样了解以后就可以了。那通透模式的话，它还有一个通透模式。通透模式的话，就是把自动降噪功能给关闭，和我们普通的模式基本是差不多的。所以的话，另外，如果你买了这种自动降噪式的耳机，希望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或者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你打开自动降噪以后，基本是与外界的声音隔绝，所以的话，对你的安全是有很大的隐患。所以的话，在室外的时候建议大家开启通透模式。如果在一些商场固定的位置的话，还是把这个降噪模式打开。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耳机的自动降噪功能的一个说明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明，那么就给大家聊到这里。那么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